渣男绿了我，转眼取了他的白月光。我拍拍手，立马收拾东西走人。渣男公司，我爹；融资关我什么事？渣男业务，我哥；欺负我妹，公司还要不要了？渣男舔脸要复合，男神敢跟我抢老婆，你也配？我躺平看着他们卷。老公，抱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江里，我们分手吧，这是200万，算是给你的补偿。程远哲坐在我对面，修长的手将那张银行卡推过来，我低头不语。安瑶回来了，我们准备马上结婚。我知道对不起你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一定会尽全力满足你。程远哲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小心翼翼，但是我比任何时候都迅速，赶紧起身收拾东西。好嘞，我马上就搬走。或者没想到我是这样的反应，程远哲也愣了好一会儿。在他愣神的时候，我已经收拾好东西了。我的东西不多，就几件衣服，这几个月程远哲给我买的，我一件都没带走。这些东西我还真的不缺。见我这么快就收拾好了东西，他立马拉住了我的手。你就这么着急，都不问问我吗？问什么？程大少爷都发话了，我再赖着不走，可不成没脸没皮的了。我笑着甩开他的手。对了，你给我买的东西我可什么都没带走，你要不要检查一下？别之后诬陷我偷东西。程远哲眼疾手快地按住了门把手。江里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开我了？你是不是外面有野男人了？拜托，不是你说要跟我分手的吗？我没有死皮赖脸地赖着你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我看程远哲有些无奈，或许这家伙以为我会1哭2闹3上吊。拜托，这可不是本小姐的作风。我没有哭闹，不是因为我不爱程远哲，只是这几个月对他的爱也在一次次的冷漠中消耗殆尽。安瑶是他的白月光，在我跟他在一起之前就知道程远哲不爱我，我也知道我只是安瑶的替代品。正主回来了，替身自然要离开了。我推开程远哲下了楼，走出程家，随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拨通了一个许久没有拨打的电话。电话很快就接了起来，传来了冷漠却得意的声音：喂，江小姐，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？我直接开门见山：沈玉恒，我输了。我猜到了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？沈玉恒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，慵懒却性感。我跟沈玉恒是半年前认识的，那个时候我还在轰轰烈烈地追求程远哲，却遭到了家里的反对。我爸和我哥从小到大都宠我，我想要什么他们都会满足我，却在程远哲这件事上，两人异常坚定的反对。不仅反对，还直接让我哥江木把我拖去相亲，相亲的对象就是沈玉恒。没见到沈玉恒之前，我总感觉我爹和我哥肯定是商量好要把我给卖了，但是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突然觉得这俩到底还是亲的。至少沈玉恒长得挺帅的，跟我想象中一身膘肉秃头的小老头不一样，还好是亲爹呀。沈玉恒这家伙单看脸就是程远哲都比不上的，可是那个时候恋爱脑上头，不管江木怎么把沈玉恒夸得天花乱坠的，我都无动于衷。毕竟30岁不到就能当上主任医生的人真的很少，不是能力强，就是沈玉恒长这么好看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这货是个小白脸，肯定用了什么不正当的途径。感觉江小姐对我有很深的误解。沈玉恒推了一把脸上的金丝眼镜，是不是误解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我态度自然好不到哪里去。沈玉恒也不生气，江小姐，
我听说你在追求程大少。对呀，怎样？我冷哼，我就是喜欢他，就算是我爸逼我来跟你相亲的，我也不会妥协的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他挑了一下眉头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。这样吧，我们来打个赌，江小姐敢吗？激将法，偏偏我还吃这套，这有什么不敢？我冷哼，半年时间，要是他跟你结婚，我可以帮忙说服令尊，让你们在一起。不过我最烦这种话只说到一半的，特别容易勾起我的好奇心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要是他不娶你，你就要嫁给我。这第一次见面就说要娶我，看他这样，应该不缺女人吧？难道有什么隐疾？这位大哥，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你没必要跟我开这种的玩笑。我看着面前衣冠楚楚的沈玉衡，越看越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。程远哲配不上你，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。难道江小姐怕输？输？笑话！我江里的字典里还没有输这个字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好，我跟你赌，我绝对不会输的。有时候话不能说得这么满，比如这个时候还是太年轻啊。我在你家，需不需要我现在来接你？沈玉衡的声音更温柔。不用。我毅然决然地挂掉了电话。或许是小时候家里给我灌输财不外露的概念，所以我一直都挺低调的。程远哲一直不知道我是万洋集团的千金。江木看见我回来，并没有心疼我，反而嫌弃地瞥了我一眼。你怎么弄成这样了？程远哲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不给你买呀？不怪江木嫌弃，我之前可是奢侈品不离身的人，身上这件衣服确实有些廉价。一进门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沈玉衡，他在跟爸爸下棋。看见我回来了，他抬头对我笑了一下。爸爸瞥了我一眼，现在知道回来了。爸，我错了。我知道老爸对我还是很心软的，只要我撒娇，他肯定就舍不得生气，回来了就好。果然，爸爸只是叹了一口气。阿衡今天是过来讨论你们的婚事的，这2天他不忙，想带你尽快去领证。这沈玉衡到底有什么法子，把我爸这个商界精英哄得死心塌地的？3天后日子不错，就那天吧。沈玉衡附和，愿赌服输。就算知道沈玉衡不是个好人，但是冲着他这张脸，好像也不是很亏。而且我爸看上的人应该不会太差。3天后真的是个好日子，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我被江木拽起来，梳洗打扮了一番，然后塞进沈玉衡的兰博基尼里。昨晚没睡好，知道今天要去领证，高兴的吗？沈玉衡揉着我的脑袋，像是在撸猫一般。我没好气地拍开他的手，想到要跟你结婚，烦得睡不着，等以后你就不会睡不着了。他在收回手的时候，捏了一下我的脸，太瘦了，要好好补补，不然抱起来硌得慌。沈玉衡，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爸，并不是你情我愿的，所以结婚之后，我提议分房睡。沈玉衡没有说话，直到领完证，他才附在我的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提议无效。”沈玉衡，我怒气冲冲地喊着他的大名，我后悔了，我要离婚。他晃了晃手上的红本本，嘴角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。他走过来，揽住我的肩膀，将我揽在怀里，大手揉着我的脑袋。我发现他很喜欢摸我头，我想推开他，却被他抱得更紧。我挣扎，只听他轻声地说道：“程远哲失去你是他的损失，小丽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对你好。”他说得很认真，很深情。我一时有些迷失，他难道真的喜欢我？我好像不是很反感他牵我手。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我还有些错愕。我结婚了，你喜欢什么款式的钻戒？下午带你去挑，随便。
我真的随便，因为我对这些不太在意。我让姜木再收拾你的东西，搬过来跟我住。沈玉恒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示意让我进去。一只脚刚迈进车里，没坐下来，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江里。”是程远哲。他身边站着一个温柔娇小的女孩，应该就是他口中提到的安瑶吧。温柔漂亮的女孩子，估计哪个男人看了都会动心吧。毕竟也是谈了半年的男人，就这么走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于是我收回脚，站在沈玉恒身边，大方地打了个招呼：“程少爷，这要巧啊，你也来结婚啊？”沈玉恒没说话，一只手轻轻地环着我的腰。我看到程远哲的眉头轻皱：“这位是？”“我是江里的老公，沈玉恒。”沈玉恒抢在我前面说道：“老公。”程远哲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安瑶看了一眼程远哲，柔声开口问道：“阿哲，你认识这位小姐啊？”安瑶看着我的眼神有些敌意。“朋友。”程远哲犹豫了一下，跟安瑶解释：“呵，朋友，连个前女友的名头都没有了，原来是阿哲的朋友。”安瑶看着我笑了笑：“江小姐也是今天结婚啊，恭喜，同喜。”我也回应道。上了车，沈玉恒从后视镜看了一眼程远哲和安瑶，语气有些嫌弃：“你当初是怎么看上这家伙的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瞎了吧。”我无所谓地笑了笑。“我还听说你们分手的时候，他才给了你200万。”他又开始摸我头。这次我没推开他。“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”“他是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？200万，什么都做不了吧？”沈玉恒笑：“人家电视里分手都是几千万，再不济也是500万。程远哲给200万，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我了。”沈玉恒开车直接带我去了他的家里。姜木的速度也是真的快，我的东西都搬了过来，佣人正在整理。不过现在我和沈玉恒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，搬过来也是迟早的事。不过这个姜木也太积极了点吧。我下午有个研讨会，晚上回来在家等我。他看着我的眼神温柔的都要滴出水来，我有点脸红的躲开，这眼神谁能撑得住？今天起得太早了，吃了点东西，我就上楼准备睡个回笼觉。正当我准备睡着的时候，手机非常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，是程远哲。我冷笑一声，他居然还给我打电话，也不怕他的瑶瑶生气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想说什么。我按下接听键，没有说话。程远哲抑制住怒火，低声吼道：“江里，你果然在外面有野男人了，所以我说分手，你就立马收拾东西走人。”我打了个哈欠，眼皮都快睁不开了。“程少爷，你还有空给我打电话？不是你自己说分手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应该毫无瓜葛了，你给我打电话说这些干什么？江里，你离开我才几天，就跟这个小白脸领证了，你还敢说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外面没有野男人？”“哦，我听懂了，这家伙是说我给他戴绿帽子了，就允许你心里有别人，不允许我有新欢。”“程远哲，你可真有意思。”“阿哲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”电话那头传来安瑶的声音，我也没再说话，直接就挂断了，手机调成静音，倒头就睡。这一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直到一只大手将我揽到怀里，我才清醒过来。谁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吃我豆腐？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睡迷糊了，忘记自己结婚了。不过我记得锁门了呀，这家伙怎么进来的？”“我按住他在我腰间胡乱动作的手，严肃地警告他不许动我。程远哲和安瑶没领成证，不知道为什么沈玉恒突然说起这个事，程远哲临时反悔了。“关我什么事？
我现在只想挣脱开他的怀抱。沈玉恒这个人有些危险。他突然起身，将我压在身下，炙热的唇凑了过来。我下意识地躲开。沈玉恒，你给我下去！推他，推不动，那就跟他讲道理。我们两个虽然领证了，但是没有感情。谁说我对你没感情？沈太太，这一夜我终究是被沈玉恒吃干抹净了，我累得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了。可这家伙居然神清气爽地起了个大早去跑步。我再一次笃定，这家伙不是个人。他说他没谈过恋爱，没谈过恋爱，这种事怎么就手到擒来？不过除了这件事，别的事情上，沈玉恒都很迁就我。我偶尔发个小脾气，沈玉恒都会轻声细语地哄我，哪里不舒服了，他都会请假回来陪我。就连佣人都说沈玉恒把我宠上了天。你到底看上我哪点了？我看着镜子里站在我身后给我吹头发的男人，心里的疑惑终于问了出来。沈玉恒的手很轻柔，手法很娴熟，他将吹风机放下，环住我的腰，将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。脸还有身材，这么肤浅的吗？我刚想反驳，就听见他笑了一下。不过呀，还是太瘦了，得好好补补。比我漂亮，比我身材好的女人多了去了，你干嘛看上我？那些女人是多了去了，不过江里却只有一个。他在我的脸上落下一吻。你爸爸交代，明天要出席一个晚宴，我明天还有2台手术，结束了就来。后面的话我没听清，只有那句江里只有一个萦绕在耳畔。之前爸爸嘴皮子都磨破了，我都不来这种晚会，不过就是觥筹交错间一群人说客套话罢了。但是现在沈玉恒一句话我就来了，我真的觉得我肯定是中了邪了。江木看见我眼睛瞪得溜圆，像是见了鬼一般。姑奶奶，你不是平常这种晚宴求你都不来的吗？怎么今天肯挪动玉步了？我妹夫到底会什么仙术，能够让我这个不听话的妹妹这么乖？我一脚直接踹了上去，痛得江木都站不稳。错了错了，疼死了！江木揉着小腿，脸直接拧在了一起。帮我办件事，对于江木，我可从来不客气，毕竟是亲哥，江木可没有拒绝的权利。他敢拒绝，我就去爸爸那里哭，然后江木肯定会被打开花。行，您请讲。江木赶紧点头。程远哲一会儿也会来，他不知道我真实身份，所以今天你装作不认识我，不管什么事都别插手。这几天程远哲一直在打电话骚扰我，每次他给我打电话之后，沈玉恒也不说什么，装作若无其事一般。但是我知道沈玉恒这样的指定心里还在盘算着什么坏事。果然没过一会儿，就看见程远哲带着安瑶走了进来。安瑶是一个标准的小美人，再加上迪奥的高定一穿，确实气质更加温柔了。程远哲看见我，微微有些震惊。安瑶倒直接大方地走到我面前打了个招呼：江小姐，真是巧啊，没想到在这里碰上您。对了，您丈夫呢？我笑了笑，他在忙，一会儿过来。程远哲就一直站在安瑶身边注视着我，看不出他眼睛里的情绪。江小姐穿的是什么牌子的礼服啊？怎么没见过呢？他打量着我身上的这件礼服，眼睛里居然带着鄙夷。我在程远哲身边这么久，最贵的衣服也就1万多，他现在给安瑶买的好像也不是很贵，怪不得分手了只给得起200万。突然有些心疼这个安瑶了，估计也是没过过什么好日子。我这件啊，也不值什么钱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上这件香奈儿，是全球就一件的手工高定，沈玉恒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搞来的。寒暄了一会儿，我找了个借口离开。果然没过多久，程远哲就跟了上来。
小丽，他喊住我。之前谈恋爱的时候都没喊这么亲密，现在居然叫我的小名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他。程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他皱着眉头看着我。我们至少也在一起半年，为什么要这么冷漠？冷漠不是之前程先生对我的态度吗？我冷笑。你迫不及待地离开我，是因为他吗？这么迫不及待地跟他结婚？程远哲问道。沈玉衡不是什么好人。沈玉衡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程远哲更没资格说。我知道你因为安瑶的事情恨我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的。他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我用尽力气也无法挣开。程远哲，请你自重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压低怒气说道。程远哲却不依不饶。我知道你不爱沈玉衡，你跟他结婚也是逼不得已。我不介意你跟沈玉衡结过婚，我可以。我介意。一个严肃的声音响起。沈玉衡怎么来得这么快？他上前握住我那只被程远哲拉住的手，抬眸危险地看向程远哲。程先生，当着我的面挖我的墙角，你好像有些不太道德。他不爱你，你以为你娶了他，他的心真的会给你吗？程远哲冷哼一声，抓着我的手更紧了，夹在他们两个中间，手腕生疼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沈玉衡带着怒气的声音再一次响起：放手！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程远哲最终松开了我的手，下一秒我就被沈玉衡一把带到他的怀里。之前怎么没觉得程先生这么深情？既然已经分手了，就请程先生跟我老婆保持距离，不然我怕安小姐会乱想。提到安瑶，程远哲好像有那么一丝畏惧。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不是还有一台手术吗？我抬头对上沈玉衡的眼眸。沈玉衡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，他身上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总能让我心安。已经结束了。晚会上，沈玉衡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他之前应该经常参加这种的聚会，所以应付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。沈医生，这位是……我不常出现在大众视野里，很多人都不认识我。沈玉衡温柔地看着我笑了笑。我的妻子沈医生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们竟然都不知道。他们对沈玉衡说话好像都特别的恭敬，难道是因为医生这个职位特别神圣吗？我不由得更加好奇沈玉衡的身份了。不经意的一扭头，我跟安瑶对视了一眼。安瑶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气和敌意。其实我很想告诉安瑶，我跟程远哲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他大可以不用对我这样。你哥在那边，跟你哥打个招呼去。沈玉衡拉着我朝江木走过去。刚才是我自己跟江木说，让他装作不认识我的，所以江木看着我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主动跟我说话。沈玉衡的老婆是江家的女儿，这个重磅消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我知道程远哲应该也震惊了吧，不然他为什么一直往我这边看，眼神中还带着不甘和不相信。你是故意的。中途我凑到沈玉衡耳边，小声的且肯定地说。沈玉衡嗯了一声，眼睛里藏不住的得意。你说程远哲要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他会不会肠子都悔青了？原来是为了气程远哲，这男人好幼稚。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了。我跟沈玉衡解释，我知道你不爱程远哲了，但是这家伙好像还对你念念不忘，这一次就让他知道明白，他是多配不上你。看他的眼神，这家伙指定又在算计什么了。坐在车上，我看着沈玉衡的侧脸，就算是车内昏暗的灯光，也能看出他的帅气。再看下去，我怕你会爱上我。沈玉衡回头跟我对视了一眼，我没好气地撇过头。
切了一声，我们时间还很长，你可以慢慢的了解我，再爱上我。他又伸手揉了揉我的头，我回头看向他，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。沈玉恒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沈玉恒没有回答，继续开着车。我打开车窗，任由风吹进来，吹乱我的头发。结婚这么久了，你也不带我去见你爸妈？沈玉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傻瓜，我是怕你没有准备好，要是你愿意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他们。我是觉得你在这个场合这么得心应手，平常应该没少参加这样的晚会。你要是只是一个医生的话，应该……红灯亮起，车停下，沈玉恒揽过我，按住我的脑袋，滚烫的唇就这样落了下来。我震惊，这家伙是干什么？我推着他的肩膀，将他推开，捂着自己的嘴，怨气满满的看着他。你干嘛？亲我自己的老婆？他说的理直气壮。刚进家门，我就被他按在玄关的墙上吻着。这一次，不管我用多大的力气，都推不开他一分。他的吻从一开始的温柔变得越来越热烈，害得我差点都呼吸不过来了。他抵着我的头，就这样静静地呼吸着。过了好久，他才吐出一句话：江里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爱上了你。我找到你爸说了要娶你，你爸也问过我，那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问。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他笑着将我横抱起来，进了卧室。沈玉恒说的马上，具体是什么时候，他也没告诉我。我去医院给沈玉恒送饭的时候，碰上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安瑶。本不想搭理他的，他喊住了我，走到我的面前。江小姐，不知道一会儿你有没有空，想请你喝一杯咖啡。要是这个安瑶跟程远哲没有什么关系，或许我还可以跟他说些什么，但是现在我并不想浪费时间在他身上。没空，我直接回绝。难道江小姐不想知道沈医生的事情吗？你们结婚没多久，你对他应该还不够了解吧？安瑶拦住了我。确实，我对沈玉恒很好奇，但是安瑶为什么会知道？我在隔壁的咖啡厅等您。今天安瑶说话没有这么充满敌意。给沈玉恒送完饭，我就来到了那家咖啡厅。安瑶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点了2杯咖啡，对我招了招手。我走过去坐下，直接开门见山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可以说了。安瑶将杯子放下，抬头看着我。其实我没打算回来的。是沈玉恒找到了我，要跟我做个交易，只要我能够让你和程远哲分手，事成之后，他会找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病。可能是看出我眼里的疑惑，安瑶苦笑了一下。我得了血癌，不过我还是算幸运的，是早期的。沈玉恒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解。沈医生跟我说过，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他就爱上了你。知道你喜欢程远哲，怕你真的会跟程远哲结婚，所以才让我回来。安瑶微笑着看着我。她第一次见到沈玉恒是在医院里，那个时候爸爸生病，她心急如焚，也没有在意到他。其实不是你回来，我可能也不会跟程远哲结婚，因为他心里心心念念的人都是你。安瑶冷笑一声，他其实不是爱我，他爱的只有他自己。当时的我对他来说有用，所以他才一直对我念念不忘。就比如现在的你一样。我反问道：你是江家大小姐？他一直不知道。自从上次宴会上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后，他肠子都悔青了。这几天他对我也是爱搭不理的。我相信很快他就会再次来找你。找我？沈医生一直过得很累，但是他是个好人。看他看你的眼神，就知道他真的很喜欢你。他从小就有当医生的梦想，但是他的爷爷却想要他继承家业。或许你还不知道，他
他的爷爷就是海城有名的投资商沈周易。沈周易这个名字，他在电视上看过无数次，知道他是整个海城，甚至是全世界有名的投资商。原来沈玉衡是沈周易的孙子。你跟沈医生打赌，半年之内要是跟程远哲结婚，他就放手。其实沈医生自己也知道，他根本放不了手，毕竟他爱了你5年。等会儿，信息量太大了，我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什么叫喜欢了我5年？5年前我还只是一个大学生，那个时候根本没见过沈玉衡，他又怎么见过我的？还有，为什么这些事情安瑶一个外人都知道，她作为沈玉衡的妻子却什么都不知道？出了咖啡厅，我没有回医院找沈玉衡，而是直接径直回了家。医院毕竟是他工作的地方，工作时间还是认真工作比较好。什么事情等沈玉衡回家再说。沈玉衡晚上回来的很晚，本来想等着沈玉衡回来再睡的，但是实在是抵挡不住困意，感觉到一只有力的大手将我揽了过去。我不满地嘟囔一声，想推开他，但是却被他抱得越发紧。沈玉衡，我嘟囔着喊了一声他的名字，他嗯了一声。我在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用算计这个词可没用错，毕竟他是真的在算计我。你迟早都是我的老婆，不用算计。这都把安瑶叫回来，让我跟程远哲分手，然后在我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跟我结了婚，这还不叫算计吗？还想问什么？但是瞌睡虫上脑，后面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了。第二天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沈玉衡已经醒了很久了，不过他没去上班，而是就这样看着我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将头扭到一边。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这个骗子。沈玉衡笑出了声。我承认我是骗子，但是没办法，要是不使用一点小伎俩，老婆就要跟别人跑了，这到时候我怎么办？我之前是怎么觉得沈玉衡温文尔雅、风度翩翩的呢？这分明就是一只大尾巴狼。你跟安瑶说你喜欢我5年了，但是5年前我根本没见过你，你还说你没有骗人。沈玉衡收起笑容，变得有些严肃起来。这点我没有骗你啊，可能是早上刚醒，脑子不太清醒，连带着耳朵也不太好使。我还是翻身坐了起来，看向沈玉衡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5年这件事，没有骗你。沈玉衡又说了一遍。那个时候我去你们学校参加研讨会，正好你那个时候脚崴了，被送到我这里。我没穿白大褂，被你认为是流氓，还打了我一巴掌。我仔细地在脑子里回想那段记忆，我记得那个场景，但是这人我咋没印象？再说这么帅的一张脸，我那个时候应该也下不去手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你打了我一巴掌，是不是应该负责一辈子？其实听他这么说完，我竟然有些暗暗高兴。有朝一日我居然也能被别人惦记上。之前姜木还说，就我这脾气，要是有人能惦记上我，那纯属是瞎。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这么想的。那你为什么之前这几年没有来找我，也没有跟我表白？说不定要是当时你出现了，我就不会跟程远哲这个渣男在一起了。我装作很生气的样子。沈玉衡有些难为情，咳嗽了一声说道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我配不上你。沈玉衡要家世有家世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身材有身材的，配不上我。他将我搂在怀里，让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打开了手机，翻到最后，然后将手机递给我。看到那张照片的第一眼，我直接就笑出声来。这个是你呀？照片上是沈玉衡，不过有些胖。其实虽然说胖，但是脸上肉肉的，
看起来还是很可爱的。我这才想起来，5年前我跳舞扭伤脚，好像就是一个小胖子给我擦的药，就是沈玉衡啊！我直接笑出声来，捏上了沈玉衡的脸。你居然之前是个小胖子，看来胖子都是潜力股。我之前去看的医生就是你呀！这尴尬的往事被提起，沈玉衡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也跟着我一起笑了起来。那我是胖了好看，还是现在好看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现在好看。虽然现在很帅，但是你之前胖的时候也很可爱呀，五官还是很好看的。我打趣道。沈玉衡显然是不相信的，居然开始戳我的腰。我最怕别人戳我的腰，笑着缩到了沈玉衡的怀里。好了好了，我立马求饶。不过我真的很好奇，你是怎么瘦下来的？我问完，就看见沈玉衡轻轻皱了一下眉头。不能说。沈玉衡摇头。能说。我在沈玉衡怀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安静地听他说话。在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是没有表扬和赞美的，只有不停的数落和批评。我从小就很自卑，觉得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我是爷爷内定的继承人，但是我不想家族里其他的人为了这个位置争得头破血流，甚至想要害我。我要活下去，让别人觉得我构不成威胁，所以我学了医，变胖，让其他人都嫌弃我，甚至恶心我，不关注我，我才能活。但是遇到你之后，我就不一样了。我要争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我就需要跟他们争，因为没有身份，你父亲就不会答应你嫁给我。沈玉衡在我唇上轻轻落下一吻，深情地看着我道：小丽，我欠你一场恋爱，也欠你一个婚礼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可能还很早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真的爱上我，我会努力。沈玉衡笑了，笑起来这样的好看。我们两个说了许久的话，我这才意识到他今天还没有去上班。这都9点了，你怎么还不去上班？请假了，这1个星期我会好好的陪你。沈玉衡让我枕着他的手臂，他则环着我的腰。所以老婆大人，这几天你想去哪里，我都陪你。我想了一会儿道：那我要去旅游，我还要去看电影，我还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。沈玉衡点头，都听你的。不过我突然想起来，你这几天不上班，不扣工资吗？那你怎么养我？养你，我还是养得起的。沈玉衡说。这1个星期，沈玉衡把工作扔到了一边，全心全意地陪着我。无论我要做什么，他都陪我。他还带我去见了他的爸妈。本以为婆媳关系会很难相处，结果却发现婆婆比沈玉衡还宠我。婆婆做了一大桌子的菜，吃饭的时候还一直给我夹菜。这是我这么多年吃的最撑的一次。要是小衡欺负你，你就跟妈说，千万别客气，妈收拾他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笑得特别开心。我重重的点头，朝沈玉衡投去一个得意的目光。听见了吗？你不许欺负我，否则就让妈来收拾你。没事，你收拾也行。沈玉衡微笑着说。我一开始还担心，以为小衡这辈子都不结婚了呢，看来还是我太操心了。小衡说跟你领证结婚，把我高兴坏了，恨不得立马见到我的宝贝儿媳妇。但是他说你还没有做好准备，等你做好准备了，再带你来见我们。跟沈玉衡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可以感觉到沈玉衡的细心不是装出来的。他知道我的顾虑和担忧，所以并没有逼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，给了我绝对的尊重。跟他谈恋爱与程远哲是不一样的，我能感觉到我是被爱的那一个。我们两个的生活方式都跟之前不一样起来，面对他的时候也没有尴尬了。而且有时候逛街，我都会想着给他买些什么，
就连姜木也无奈了。哎，完了，这一次你是真的陷进去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迎接他的就是老爸的毒打。都30好几了，还不结婚？你要是明年还不结婚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我没你这个儿子！离开爸爸公司，我去打包了一份饭菜给沈玉恒送过去。他这2天一直都很忙，有时候凌晨才回来，有时候饭都来不及吃。我有空就会给他做一点送过去。这家伙的胃现在被我养焦了，只要不是我做的，吃一口就尝出来了，还是没有你做的好吃。沈玉恒有些嫌弃，老婆，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他撒娇的时候，真的很想揉他脑袋，就跟他之前喜欢揉我脑袋一样。好，等你回家，我给你做。沈玉恒吃了几口，放下了筷子。安瑶的病情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很多，所以我决定送她出国治疗。我点头，你毕竟答应过他要给他治病的，不能言而无信。程远哲跟他分手了。沈玉恒提起了这半年都没有提起过的人，甚至我都快忘记了。程远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。安瑶离开他，或许也是一种解脱。出了医院，我被一个人拦住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是程远哲。沈玉恒的嘴不会是开过光的吧？怎么刚才才提过程远哲，这晦气家伙就出现在我面前了？不过程远哲这副邋遢模样，我瞬间有些嫌弃。程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问。小丽，我知道错了，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爱的只有你。我跟安瑶已经分手了，我知道你结婚了，但是你不喜欢沈玉恒，你跟他离婚，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保证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了。程远哲的话让我笑出了声。程先生，请问是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小丽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想上来拉我手，被我直接躲开。不好，我直截了当地说道，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，而且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现在很幸福，请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以这种令人恶心的方式。程远哲见我要走，拦在了我的面前。你爱沈玉恒吗？你不爱他，你怎么过得幸福？你错了，我爱上他了。没错，我是爱上沈玉恒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爱上他的，或许才刚不久，又或许是很久之前。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只要知道我爱沈玉恒就好。你胡说，你明明之前这么爱我，你怎么可能现在会爱上沈玉恒？程远哲声嘶力竭地吼道。程远哲，人是会变的，你之前对我是什么态度？分手之后又是什么态度？得不到的人就是好的，你那不是爱，你只是贱，你只是不习惯一个爱你的人突然不爱你了而已。戳中他的心思，他眉头皱了起来，就跟安瑶一样，你之前那么爱他，不就是因为他对你来说有用吗？你现在纠缠我，难道不也是因为你觉得我对你来说有用吗？既然他不嫌丢人，那我今天也是把话说明白了，省得以后他还会再出现。程远哲走的时候还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。我刚想回家，手机就响了，是沈玉恒。我抬头看向他办公室的方向，果不其然，他站在那里看着我。我接起电话，就听见他带着笑意的声音，听说刚才你向我表白了。他想知道的东西永远都知道得很快，我很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监控啊？怎么了？满意吗？我傲娇地说道。满意，当然满意，不过要是你能够亲口跟我说出这句话，我会更加高兴。沈玉恒的笑容永远都是这样温暖。我的小情绪上来，直接哼了一声。本小姐说话只说一遍，老婆，回去小心点，到家给我发个信息，晚上我回来吃饭，在家等我。
我甜蜜地笑了笑。程家破产了，不出意外是沈玉衡干的。沈玉衡虽然是医生，但是之前在爷爷手下学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什么都没学会。对付程家这种小角色，动动手指就可以了。不过程家现在什么样子，我也不想管了。尝了一口汤，有些淡，撒了点盐进去。将饭刚摆上，沈玉衡就回来了，手上还多了一捧红玫瑰。6周年纪念日，沈玉衡将花递给我，认识你6周年快乐，同时也是爱上你的6周年。他要是不说，我都不知道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而且他居然还记得，只要是关于我的日子，他都能记住，而且一个都不差。就连我爸和我哥都会记错，但是沈玉衡不会。这几天沈玉衡一直在忙工作，人都瘦了一圈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我给他夹菜，他都吃光了，还夸我做饭好吃。之前他听说我是因为程远哲学会的做饭的时候，他还吃醋了很久。妈说想你了，让我们周末回去吃个饭。沈玉衡放下碗筷，看着我笑了笑。这个婆婆的印象我还是很好的，简直就是要把我当做亲闺女一样了。我爸之前提过想要抱孙子，但是被沈玉衡的妈妈回绝了。我儿媳妇还没有稀罕够，可不能有个人来分宠，反正都看小丽的，她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。她突然站起身，向我走过来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，从口袋拿出一个戒指盒，打开递到我的面前。这枚戒指一开始就应该给你的，过了这么久才给你补上，不知道算不算晚？当然算晚了。我虽然鼻子一酸，但是还是嘴硬地说道。沈玉衡笑了笑，反正你已经是我老婆了，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，你就准备这样给我，没有什么仪式吗？我看着这枚戒指，不争气的眼泪差点落下来。沈玉衡将戒指拿出来，认真地看着我问道：江小姐，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今生我认定他了。他将戒指戴在我的手上，将我搂在怀里，附上了一个法式热吻，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说道：小丽，我想亲口听你说一声你爱我，我爱你。沈玉衡，我主动抱住了他，我也爱你。江里，爱情是一个充满阳光、浪漫、甜美的字眼，多少人沉浸于它，体会那一抹温柔，那一种深情，那一种幸福。江里，我想跟你在一起